六姑娘，这是耐不住性子了。我就是想求人救救阿娘，这点念想，你们都要掐灭吗？哎呀，六丫头没伤着你吧？刚才姨娘啊是手滑了。哼，六丫头，记住，庶女就该有庶女的本分。世家公子们的宴会，你去了只会丢人现眼。感谢姨娘救的。往后啊，缺什么尽管开口，姨娘还能亏待你。谢姨娘体恤，阿娘好久没吃过肉了，得去外面。哎呦，想吃肉，怎么不早些和姨娘说呢？六小姐，玉姨娘又欺辱您了，奴婢这就去找大夫人做主。碎碎，没用的，反倒会招来玉姨娘更狠的报复。拿着这些银两去买些肉回来，阿娘的身子需要好好补补。我去，你是哪个朝代的鬼啊？是，这个声音好陌生。小姐姐， You have been slain. 我去，你是哪个朝代的鬼啊？是，这个声音好陌生。小姐姐，你受伤了？这铜镜竟然会说话。你是谁？哎，对了，小姐姐，问你个事儿啊，你是哪个朝代的魂？你才是魂，我是活生生的人。这是什么？肉，是肉。你这是饿了几辈子了？你喝点水啊，别把自己噎死了。我忘了，还有吗？有，你稍等啊。你欠他们东西了？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欺负你啊？之前，玉姨娘一直都爱和我阿娘争宠，阿娘容貌被毁，失宠后她就一直欺负我们。那个，我叫秦霄，你叫什么？林家六娘，林一阳。哎，你没事吧？哎，这个你先拿去。还有这个，饿坏了吧？赶紧多吃些。对了，你把那盒东西撕开，中间部分对着伤口，能止血。怎么不喝啊？是不喜欢喝奶茶吗？这太珍贵了，我想和阿娘一起喝。这东西可不珍贵，在我们这边都拿它当垃圾食品。秦郎君，若没了阿娘，那我在这世上变成了孤魂。啊！姨阳，这东西好甜呢，我从没喝过这样甜的粥。阿娘，你只管养好身子，我现在已经长大了，总有一天会带你逃出这火坑。姨瑶啊，都是阿娘害得你活得这么苦，你不要。阿娘，
放心，这些东西都是我一个好朋友给的。瑶啊，要是真有一个厉害的朋友和你作伴，我也死而无憾了。只是与人相处要真心换真心，你不要为了自己做出伤害人家的事儿。伤害我会吗？这么多天了，童静也没有讲话，难道那天是我的梦境不成？小姐姐，秦老爵，你来了。当当当！你看，全是好吃的。哎，你上回说阿姨身体不好，那这个是中老年奶粉，喝了对身体有好处。只可惜我没有办法过去帮你，不然你玉姨娘别想好过。总之呢，哥保证把你养的白白嫩嫩、壮壮实实，气死那帮黑心肝的。那个兄长，你换我一瑶便是。一瑶，你那边有没有碗筷盘碟？嗯，我给你把饭菜送过去，你接好啊。阿娘，对不起，女儿恐怕要伤害朋友了。阿娘，我扶你起来更衣，趁热把晚饭吃了吧。精米煮成的饭，还有这么多鲜美的肉和菜，一瑶，这从哪里来的？阿娘，都是主母给的，以后咱们顿顿都能吃得饱饱的。一瑶啊，你主母既然愿意帮助咱们，你就找个机会求她帮你离开吧，不要再管我了。这个院里啊，勾心斗角的，娘怕你学坏了。阿娘，主母怎会把我们的死活放在心上？玉姨娘，这个冬天，青兰院那位既没有棉衣，又没有吃食，怕是熬不过去喽。就他还跟我抢东西，哼！我能把他这条贱命留到今天，已经对他不错。他如今只能在吃饭和吃药之间二选一了。交代你的事可妥当了？您就瞧好吧，道长说了，他会在那天揭穿楚云妖孽的身份，到时主君定不会留他。安排的不错，上昂。一瑶，一瑶，上次你说玉姨娘这么欺辱你们，那你父亲呢？你父亲就不管这事儿？父亲说我是灾星，因为我们家才人丁稀薄，不仅进了我的族，每年还要祈福来化解我身上的煞气。什么狗屁灾星啊，全是鬼话，纯粹是迷信。那你们吃什么？有菜吗？肉呢？你们那边这么冷，也没有什么吃的穿的，可怎么过冬啊？是啊，可怎么熬啊？一瑶，你放宽心，哥们儿前台鼓着呢，往后只要铜镜一亮，我就给你塞吃的，让你们舒舒服服的过冬。也真难为玉姨娘手下那群人了，大冷天的还不辞辛苦的找来这些蔬菜来，真是不容易。小姐，这么多好吃的，都是神仙给的吗？神仙，或许是吧。云姨娘、玉姨娘来了。她怎么突然来了？阿娘，你去屋里把粥喝了，这里就交给我吧。
见过玉姨娘。见过玉姨娘。于妹妹呢？怎么就你一个人在？这是我寻来的新茶，你和于妹妹一定要好好品一品。小娘咳得厉害，怕将病传染给玉姨娘，便让我先过来给您请安。主君请了道长来做祈福仪式，父亲为了我身上的煞气，年年都办。我和娘亲知道的。你不仅害你娘毁了容，还克死弟弟妹妹。这青兰月可真是晦气。玉姨娘，我实在怕得结，你心肠好，能不能帮帮我，脱离这苦海？你不愿意待在这儿，和生母一起生活？小娘自己没本事，让父亲喜欢，脾气还很是古怪，对我是非打即骂。小姐，这茶的味道不错，你从哪找来的？青兰院都穷得叮当响了，竟还有闲钱买好茶，难不成府里有人暗地帮他们？这味道不输外面茶馆里的上等茶。青兰月贫寒，哪有闲钱来讲究这些？那你这茶，您忘了，是您今儿个赏的呀。你竟敢害我！这茶能害人吗？糟了，这是要给楚云喝的，我足足加了2大包白云豆啊！快带我找大夫！哎呀，母亲，易瑶是怎么知道那茶有云豆的？玉姨娘她胆小如鼠，既不想让我们好过，又不敢闹出太大动静，还得做得不显眼。这个时候，府里新进的白云豆便是她最好的选择。是娘对不住你，护不住你，没让你过过一天好日子。阿娘，放心，从今天开始，她的好日子到头了。祈福仪式就是我送给她的第一份礼物。小姐，好消息，玉姨娘拉的躺在床上起不来了。云妹妹来了，来尝尝这鱼汤，是专门为你做的，滋补又不腻口。哎呀，云妹妹真对不住，不小心把你衣服弄脏了。奴婢这就带云姨娘去换衣服。我去帮小娘更衣。这边请。多谢，你先下去吧，我来帮小娘更衣。阿娘，你穿这个。这衣服有问题，玉姨娘一肚子坏水，还好我早有准备。您穿我给您拿的这件吧。母亲令令地令令，太上老君提起如律令。不好，这府中藏有千年妖血！这到底是怎么了？孽障，速速现形！你个妖道，我看你才是妖邪吧？放肆！快给仙长道歉！既然如此，便请道长指明妖邪藏在何处。林大人，此乃除妖圣水，沾身变现血痕，同时散发恶臭。那快开始吧，早了断，大家早安心啊！哎，
么回事？难道于妹妹，到你了。云姨娘恕贫道无礼。哎，仙长，你确定妖邪在这大院里吗？那是当然。你竟是妖妇！任务完成，引子到手了。妖孽，妖孽出来了！快烧死这妖孽！怎么回事？妖邪该是楚云那贱人啊！红色的印记？你这妖道，竟敢污蔑我父亲！我爹爹绝不是妖。他既然不怕我就是妖邪，还提狗一声。林府今日遭妖孽作祟，清真道人挺身除妖，奈何妖孽妖力强悍，仙长为保护林府，不幸去世。你放开我！不是我呀！阿娘，快看，咱们在这大院的天要亮了。六小姐，您还有什么想要的，就给老奴说，拼死也给您弄过来。六小姐，管家伯伯，我现在不是灾星了，可以碰邻家物件了，身上没有煞气了。六小姐说笑了，这定是哪个刁奴乱嚼舌根，您千万别信那些胡话呀。哦，是吗？可这话是您亲自对我说的呀。早知道六姑娘能有今天，当年真不该把事情做得那么绝呀。小娘，快来看管家伯伯给咱们送什么好东西了。有劳了。放，轻点放。小娘，你看这个，爹爹说我能去学府读书了。这可太好了。爹爹让我去书房陪他聊聊天。女儿给爹爹请安。碧瑶啊，到爹爹跟前来。一身草药味，怎么又去给你小娘煎药了？小娘的病本是顽疾，但是很奇怪，自那日起身子竟渐渐爽利了。这些年是爹爹不好，要不是爹爹这老糊涂，你们也不会遭这罪。没关系的，爹爹，确实这也不怪你，要怪就怪那妖道不是东西。你真是这么想的？爹爹可是女儿打小就崇拜的大英雄，又是家里的顶梁柱，哪里有怪罪的道理啊？这个妖道毁我名声不算，还搅得家里鸡犬不宁，简直该脱去胃口。哎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小娘，依瑶，你爹没给你使什么绊子吧？依瑶，你爹没给你使什么绊子吧？放心，他叫我过去，不过是想找个由头宽宽自己的心罢了。这话怎么说？清真道人都被认定是妖道了，那他先前那些鬼话自然不算数了。我这天煞孤星的帽子总算能摘了，可是父亲他怕这些年待我刻薄，让我攒了满肚子怨恨，断了和他的父女情分。阿娘，今晚父亲肯定会过来。小姐，您太神了！这冷清清的院子，经过您这么一拾掇，竟添了这许多韵味。这夜里透着寒气，怎么不用些炭火啊？这什么鬼东西啊！快拿出去！你们就是靠这个过冬的？哎呀，你们怎么不跟管家要点好点的炭火啊？他不给你送的话，你们就去找鱼儿啊。他为人善良，哪能眼睁睁看着你们受冻啊？
你来替主子说。先前青兰院冬天连炭火渣子都没有，这些炭火还是我们小姐找玉姨娘要来的呢。你在说什么？阿云啊，你受苦了。这辈子能遇见琳琅、臣妾，死而无憾。六小姐，您为什么要奴婢跟主君撒谎说那炭火是玉姨娘送来的呀？日子过得苦巴巴，就得摆出来让人瞅见，不然闷在肚里发霉，能顶啥用？可要是主君跑去跟玉姨娘对峙，这不就露馅了吗？玉姨娘可是他心尖上的肉疙瘩，除非动了他的钱袋子命根子，不然他才懒得多问一个字呢。那咱们这撺掇他们生嫌隙的法子，不就白费劲了吗？就算不能让他对玉姨娘起反感，我也得让他对咱们愧疚。见过六小姐。你们打理好外围的那些粗活便行，其他事情不用管。是。小姐，您可太厉害了，感觉咱们呀马上就要过上好日子。小姐，还有一个好消息，主君把管家打的裤腿子都青红了，血花花淌，下人们都说打了20大板呢。都是面子功夫罢了。父亲舍不得动玉姨娘，那只好拿管家当替罪羊使劲罚。小姐，这不解气吗？管家半条命都快交代了，没4、5个月想下床门都没有。老太太也送了许多好东西，我要去亲自道谢。对了，碎碎，父亲今天用的碗筷做好标记，只给父亲用。就是动了手脚的那副。一瑶见过祖母，愿祖母安康。坐吧。一瑶啊，感谢的话就不要说了，我要回后堂午睡了，你们聊。说来也怪，老太太身为林家的老祖宗，却对家里的事半点不管。六妹妹，这糕点甜丝丝的，你快尝尝。多谢吴姐姐。一瑶妹妹，爹爹说要为我们挑选郎婿，你喜欢胖的瘦的，洗碗的还是练武的？啊，吴姐，你的荷包掉了。这个是……吴姐姐，你这颗宝石好漂亮，祖母好些年前给我的了，你若喜欢就送给你吧。谢谢吴姐姐。近些看，这形状竟和铜镜上的插孔像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。真的好像啊。唉，感觉吴姐把家搬过来似的，也太多了吧。同是玉姨娘生的，吴姐像块暖玉，3节的性子却……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六妹妹好呀，刚从祖母院里讨了好出来。或许是放久了磨掉些，竟小了一圈啊！唉，想不明白，好累啊，还是睡觉吧。六妹妹真是厉害，竟然能从祖母那里哄来这么多珠宝回来。你敢打我？手怎么不听使唤？我去，这感觉好奇妙啊！秦霄，是我。你不会在我身体里吧？我只记得我当时在睡觉呢，其他的就都不清楚了。咱俩竟然可以用一个身体！你这个贱人！一瑶，他瞪你呢，再赏一巴掌。她是玉姨娘的女儿，叫林心月。你如今不是正得势呢？再者说，这些年下来，你就没捏着他些小辫子？他凭啥这么横？林心月，今日这一巴掌算是个警告。你尽管找玉姨娘告状去，但是下次我的巴掌还会落在你脸上。
我非要撕了。你说，我要是给爹爹讲，有人总想爬上修远哥哥的床，会怎样呢？你从哪儿知道的？修远哥哥就是林家大哥了。以后的日子怕是不好过了。锦玉轩还不知道会怎么报复呢。咱不怕他们，他可是害过你们性命的。你今天忍了他，他们会放过你们吗？下次他们再找茬，你就直截了当的让他们憋着。小娘说，女子要温顺。温顺狗屁啊！若有人背后嚼你舌根，诋毁你，把你辱得不像样，你该咋办啊？捂住耳朵，眼不见心不烦。不知晓的话，或许就没事了吧。你捂什么耳朵呀？你应该直接撕烂那些人的嘴。秦萧如此嫉恶如仇，肆意张扬，若日后发现我欺骗了，镜中人脸。兄长，你看到了什么？美女，这铜镜可真好玩。兄长，小姐出事了！小姐，三小姐说，如果你去丞相府听学，她就不活了。父亲，什么态度？没关系。还有，霍小将军回来了。哎，小姐，你等等奴婢。霍将军，我来不是想纠缠你，只是问你几个问题。你我一同长大，不必见外，尽管问。你我有婚约，你如今是不是不愿娶我了？瑶，我大丈夫敢做敢当，不要支支吾吾，请正视我的话，别绕弯子。是，我想娶英姬为妻，我不会拿钱，此生身边只会有她一人。好，你可想好怎么跟家里说清楚？我这次来就是赔罪，你们要怎么罚都可以，违约的赔偿我一分都不会少。是主母汪静檀，她怎么来了？她不是不管家中事，只一心礼佛吗？一瑶见过爹爹，见过母亲。是晚辈对不住一瑶，这些本是娶她的聘礼，如今当做赔礼，还望见谅。哎，将军这话见外了。你既然另有所爱，我们也不会勉强你。哇塞，好多钱啊！兄长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发现，我只要握着那绿宝石睡觉，就能过来。一瑶，这些赔礼你收下，我不求你原谅，只盼你日后能寻得良人，一生顺遂。这么多钱，不如你拿去做生意吧。这钱能不能到我们手里，还另说呢。你这是搬了多少东西过来？我已不是当年的杀猪匠的儿子，这些钱财与对你造成的伤害相比，不算什么。一瑶，当年只有你瞧得起我，我一直记着。这杀猪匠的儿子竟然成了将军，还给了六丫头这么多钱，我得想法子弄过来。你不难受？有什么可难受的？我这样的人，婚事本就由不得自己，就算没有你，也会有另外的人。那行，这些都给一瑶送过去。有劳林大人。爹爹，这些都是我喜欢的。琳琅，真羡慕六丫头，这些东西我可是见都没见过。三丫头，这些是六丫头的。哎，月儿，别说了。玉儿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买，这些不能要。啊！
你这嫡母人怎么样？平时欺负你吗？没有，她向来不管府里的事。真奇怪，当家主母咋会对府中事撒手不管呢？刘嬷嬷，我听说你很小就来府里了，那你知道为什么主母和老太太对林家的事不管不问吗？小姐有所不知，老太太当年有个青梅竹马，可惜老太爷耍了手段，毁了她的清白，这才……那主母呢？主母有次去山上礼佛的时候，遇到流寇，突然打上山，把主母给掳走了。是主君把主母救回来的。主母嫁进来后，还生下了嫡长子，可突然有一天，主母在书房大骂主君是禽兽，打骂以后就再不管府里的事儿了。我去，这父子俩真是够阴险的。小姐，霍将军给你的赔礼都被御姨娘抢走了。你打算咋办？没想到你爹耳根子这么软，这么快就倒向御姨娘了。那我要怎么办呢？这事儿确实不太好办。小姐，哎，有了，易遥，他想要你就给他，但是要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。兄长是想让我去散布消息，让御姨娘难堪？那叫说真话。妾室在府里横行霸道，抢别人东西还那么顺当，哼，简直是天大的笑话。岁岁，小姐，你先这样。好的，小姐。真可笑，霍将军都懒得看那个窝囊货。月儿，你挑几样？阿娘想给老太太院里送点。阿娘，林心怡从小跟着祖母这么多年，她连你一声娘都没叫过，根本不和我们亲近。住口！再怎么样，你们也是亲姐妹。不好了，姨娘，出事了！现在全京城都在传说您抢了六姑娘的赔礼。宠妾灭妻可是大计划，你主母娘家王家又是大家族，这下御姨娘他们就等着被全京城的人唾弃吧。兄长觉得我的东西什么时候能回来？最晚明天。可惜啊，他们抢走的远不止这些。你放心，你失去的我都会帮你夺回来。他们抢的是我读书的机会，怎么抢呢？你看着像是饱读诗书的样子呀。我接触到的不过是读书识字、琴棋书画，我真正想学的东西见都没见过。哎，这简单，我帮你，保准让你在学识上甩他们10条街。你真的能帮我？我送你一个手机，然后给你下载好你想学的东西，再给你配个充电宝。是最近日子太舒坦了，还是又吃多了？没长肉啊，怎么胸前沉甸甸的？我这是喝假酒了。就说嘛，准是又做梦了。易遥，这个拿好。手机背面贴了小纸条，用法都写在上面了。谢谢你，秦霄兄长。等你那充电宝没电了，就趁着镜子发光时给我，我充满了再给你送来。谢谢。客气啥？这有啥大不了的？我再给你下个单机游戏，闷得慌时能玩玩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我不知道如何报答兄长对我的好。我不相信一个人怎会平白无故对另一个人如此的好。怎么不可能？你之前不是说很羡慕我的世界吗？所以我一定会让你的生活像我的一样幸福。阿娘，我以后再也不能去听学了，丞相府的人把我赶出来了。你说什么？
你到底做了些什么？怪我吗？他们骂林府宠妾灭妻，还骂爹当年是从青楼把你赎回来的。你呀，那丞相府里的都是名门望族，你倒好，把他们全得罪了。还不是怪你啊！你当初为啥要去青楼？他们骂我小花魁，我还能不还手吗？姨娘不好了，主母说了，让姨娘把霍将军给六小姐的那些补偿清点好，搬到林府前厅去。主母，她不是从不管林府的事儿吗？官差，难道林一瑶那丫头报官了？这事闹得太大，已经传到长公主耳中了。长公主跟林一瑶素无往来，怎会替她出头？六丫头，莫怪姨娘呀，你瞧这事儿办的，其实姨娘也是为你着想。这几日不过是怕你年纪小，新兰苑地方又小，摆不下这些物件，真弄丢了可怎么好？姨娘向来是顶良善的人，自然不会像外头传的那般歹毒下作，低贱可耻。这小崽子，先前的温顺果然都是装的。母亲，医瑶就先回去了。好得很，林一瑶，你非要跟我作对，我定叫你尝尝后悔的滋味。抱歉，没吓到你吧？不碍事。兄长，有桥上的吗？我都能送你。这些可都是值钱的宝贝，你自己留着吧。一瑶，说句唐突的话，你已过了及笄礼，古代这年纪，是不是该谈婚论嫁了？爹爹大概会把我送进权贵家，当个助他步步高升的梯子。他总不能不管对方年纪长相、三观性格，就胡乱许配吧？所以啊，我也得赶紧想个法子。你心里有中意的人吗？父亲想拿我当步步高升的踏脚石，可我也想找块踏脚石，为自己后半辈子谋个安稳。你说说看，我帮你和解和解。反正咱们俩如今共有一副身子。兄长，这是要帮我追男人吗？这么说倒也没错。我那父亲野心大的没谱，恨不得把5个女儿全送进王府当王妃或是侧妃。你爹这是想当国丈啊！说起来，那个暴君死得真快，倒是后来出了位皇后，一手揽过了大权。皇后是哪位世家的姑娘？我也不晓得，关于你们这朝代的史料实在太少。总之，你爹想当国丈，这辈子怕是没指望。兄长能不能多打探些天下大事？好说好说。对了，你还没说想找什么样的呢？相信我，我准能帮上忙。兄长可知道安世子？一瑶，你难道想当世子妃？世子妃也好，侧妃也罢，都是我向上攀爬的工具。你和你爹有嫌隙，没想到伤你最深的竟是你父亲。还记得你说过，我没做错。这句话让我认定世间万物皆能为我所用。我要嫁人，是为了寻一块登高的垫脚石，一架攀云的阶梯。我就是要得到自己想要的。这世道只许男人争抢利益，女子凭什么不能去争去抢？若这世道容得女子为官做事，我何至于用这种法子？兄长会不会觉得太过虚荣势利？要我觉得你说的在理，我赞成你的想法。要是给女子科考的机会，女子哪用把一辈子前程全赌在夫君身上？六小姐，姨娘让我给您送来这养生牛乳燕窝，说吃了助眠。瞧着你面生得很。岁岁姐说身子不适，这活再由奴婢代劳。六小姐，燕窝就放这儿了。就凭我玩宅斗游戏的经验，这燕窝
指定掺了东西。不用猜，这勾芡的过头了。拿去胡春莲，准合适。这么低级的下毒手法，你那玉姨娘脑子不太好使吧？下毒都这么糙。可能不是她的脑子不好，毕竟她还有个蠢的女儿。你打算怎么反击？这简直把人当傻子。毒药比燕窝还多。等会儿让素璇弄份一样的燕窝，给父亲送去就行。不好了，那碗带东西的燕窝被六姑娘派人送到主君那儿了。你说什么？这几日，易瑶天天派人送夜宵到书房，倒真是贴心。主君，别喝，那燕窝有毒。这燕窝是易瑶送来的，怎么会有毒呢？我也是听下人说的，那下人啊，就是前些日子月儿心疼六丫头给他送去的。胡扯！这燕窝我早让人查验过了。来人呐，牵条狗进来，再把老太太和六丫头请来。师伯，这大半夜的，有什么急事非得叫我这老婆子跑一趟？哎呀，母亲息怒啊！这老太太，你那个孙女儿在燕窝里下毒，要弑父。让我来，让我来。让我来，让我来。玉姨娘，玉瑶知道您一向不待见我，可也不能这般血口雌黄啊！来人呐，快把这燕窝喂给狗吃！哎呀，别瞎折腾了。就算这燕窝真有毒，你凭什么认定是六丫头下的？你敢说这燕窝不是你派人送来的？是我呀！哼，那你还敢嘴硬？要不是主君啊还没动筷子，不然这会儿呀，怕是都凉透了。你竟一口咬定这有毒，那要不你亲口尝尝？方才已拿畜生试过了，你再狡辩也没用。是吗？你再狡辩也没用。哼，是吗？可是这狗狗还活蹦乱跳的吃着燕窝呢。这燕窝呀，无毒。玉姨娘，这下你该放心了吧？母亲，这都是儿子的不是，你呀，先回房歇息吧啊。你先回去吧，你也可以回去休息了。这玉姨娘作为你的长辈，她呀，心里是疼你的啊。她这是在敲你呢，让你别记恨玉姨娘。女儿明白。你可得为我做主啊！那丫头方才明明是想置我于死地。你莫不是疯我了？易瑶，你没觉得那玉姨娘怪怪的？我给她下了失心疯的毒。这么快？什么时候？很早了。先前靠着兄长，我们不必自己采买吃食，才攒下这一大笔钱。你就买通了他身边的人？我怎么会告诉他这件事？要是他觉得我心思太深，那怎么办？就得这样，他们害你，你就得10倍100倍的偿还回去，好让他们知道你的厉害。哎，对了，那玉姨娘向来谨慎，怎么会吃饭前不试毒？谁说毒在吃食里？玉姨娘最爱中药足浴，那一大桶墨黑的药汤里，她怎会想到藏着毒？兄长。六妹妹，明日要去春日宴呢，你选好穿什么衣裳啦？我也要去吗？那是自然。春天到了，可别总偷懒待着呀。前阵子我给你送的那些衣服怎么样？到时候呀，定要把你打扮得亮眼些。
你瞧这件如何？怡姐姐，你为何要对我这般好？好吗？我可就你这一个妹妹啊！先前大人们总不许我来你这儿，如今不拦着了，我就常来找你玩呀。我觉得这件衣服很不错，是吧？我就说我的眼光错不了。你试试。小姐，之前怎么不知道我姐这么话痨，比习武还累？小姐，您这话说的，您什么时候习过武呀？阿娘的药膏按时涂了吗？刚抹。小姐，这药膏邪乎，她脸上的疤淡了好多。您到底打哪儿寻来的呀？玉姨娘和几位小姐要出门去逛集市，找人来请您一道过去。小姐，您不能去啊！这明摆着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去？为何不去？一瑶啊，可有阵子没逛过上京夜市了吧？走，今儿个呀，姨娘带你好好转悠转悠。六妹妹，你跟他搭什么腔啊？好，既然人都到齐了，那我们就走吧。一瑶啊，来，到姨娘这儿来。瞧他这架势，是想彻底洗清在京城的坏名声。不会吧？我没看花眼，这不是林家那位声名狼藉的姨娘，还有几位庶女吗？咦，真是脸皮厚！我本以为这狐妹子不敢再抛头露面了，没想到人家脸皮比城墙还厚呢。姐姐可别这么说，这位花魁姨娘本就见不得光。一瑶，你喜欢哪样的？我和你娘啊，情同手足，别跟姨娘见外。这乔之道还行啊，怎么跟传闻对不上？传言不是说这妾室还抢六小姐的东西吗？真的吗？姨娘，你对我真好。当然是真的啦，你知道的，姨娘啊最疼一瑶了。这丫头还算识相，知道配合我演戏。那这个还有那个，除了这几个，其他的我都想要。姨娘对一瑶这么好，一瑶实在感激不尽。林一瑶，你要点脸，敢狮子大开口，别太过分了。三姐姐别生气，妹妹不是故意忘词的。可是姨娘给我的戏本台词实在是太长了，我根本就记不住。你说什么呢？我什么时候让你演戏给人看了？我啥时候让你演戏给人看了？姨娘，我错了，别打我。阿芷知错了，阿芷不该忘词，更不该演砸。你个戏子转世，我打死你！这个小贱人，竟然比我还会装腔作势，假仁假义。快起来吧啊！完了。林六娘子就算是庶女，也是林大人的亲闺女，哪能容得你这么作践？青楼出来的女子，飞上枝头成了凤凰，就这般跋扈。林大人可真是有眼光啊！那位是户部尚书家的夫人，这位是礼部尚书的内眷，得忍非忍不可。你们在满嘴胡切什么？月儿，休得无礼。阿娘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回府，都给我回府去！好，咱们这就回府去。近来究竟怎么了？反应慢了半拍不说，一上午头就疼得像要炸开。今日多亏各位夫人相助，一瑶感激不尽，那就就此别过。
姐，奴婢可算找到您了。你呀，不好好待在府里，出来找我做什么？奴婢听说夜市有刺客，心里着急。小姐，走吧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姑娘救我！总算能活了。小姐，他可是伤者。碎碎，没人跟你说过吗？路边的男人可不能随便捡。奴婢没听过这说法。那现在你听过了？小姐，听闻霍将军要返京了。返京？他不是前些日子还在京城吗？小姐您不清楚，前些日子闹了叛乱，霍将军被派出去镇压了。如今处处都有叛乱，这皇帝当的实在差劲。走吧。呀，你没伤着吧？我听闻京营外头乱得厉害，有个人在街上行凶。女儿没事，阿娘今夜定是受了惊，还是早些回去休息吧。仿佛有脏东西跟来了。匕首真锋利，郎君可得留神，别刮破我这张脸。救我，不然你也活不成。方才你在巷里瞧见我，为何不救我？你是那杀手团伙的头领。小姑娘，有时候太聪慧并非好事。郎君，总这般吓唬人，我还怎么给你上药治伤呀？没有内力，不会武功。哎呀，郎君，我扶你到床上躺躺。蛮族人，你别怕，你今日救了我，我不会杀你，我日后必定加倍补偿。郎君，碎碎，小雪，怎么，这是怎么了？他跟踪咱们，可他之前看着伤得挺重的呀，怎么会？武学高手，有几分临终前的回光返照，很正常。那现在咋办？这么个大活人在小姐房里，要是被人撞见，肯定是个大难题。碎碎，奴婢在，给我拿块帕子，我要擦擦血。好的。小姐，这地方要是被发现了咋办？他们发现了，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。那不是玉姨娘的肚兜吗？哼。
易阳，我近来功课忙，估摸着得好一阵子没法跟你搭话了，也不知贴便利贴这法子你能不能瞅见？易阳，要是方便，你能不能也贴张纸条，说说你那边的事儿？我想知道，成不？易阳，你缺啥一定要立刻告诉我，实在不行我装病，逃2节课给你送东西。不准装病，更不能真的生病。借用你们那儿的话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小姐，小姐，大事！管家没了，有人在他的伤药里放了金枝，把他害死了。还有枯井那边的尸体被找到了。可小姐这么做的目的是啥呀？刺客是外族人，御姨娘平日里根本碰不上。虽说肚兜会招来闲话，可终究定不了他的罪啊。快了，多折腾几回，御姨娘就快疯癫了。对了，四小姐要见你。林言，不见。为啥呀？四小姐好不容易出来一趟，还特意来找您，八成是有啥要紧事。见过六妹妹，六妹妹是怪我不请自来吗？说说吧，你今日找我有啥事儿？六妹妹，你真能耐啊！御姨娘这阵子可算是心力交瘁，倒霉事一件连一件。六妹妹，你这么聪慧，能不能也帮帮我？如今御姨娘麻烦缠身，主母和祖母最为看重你。六妹妹，既然能这般得心应手，能不能也拉我一把？够了，别再演了。易瑶妹妹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主母青睐我，祖母重视我，我自己倒浑然不知，你反倒替我打听的分毫不差。不是这样的，六妹妹，你莫要误会。别探头探脑的了，我屋里没旁人。这么隐蔽都被瞧见了，背后指点他的高人到底在哪儿？既然难得来我住处，不如姐妹闲聊喝杯茶。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什么故事？7岁那年，林心月把我推进枯井，还让人往井里倒了2大箩筐蛇虫鼠蚁。你这是在心疼我，可你又何必心疼我呢？枯井深处，夜里虽寒，倒也不算难熬。比起白日里那些砸不进的石头，夜里反倒算清静了。四姐姐，你说，那连续3日往枯井里扔石头的，究竟是谁？是三姐姐干的，我劝过她，这般事太伤天害理了。六妹妹，这件事是我这个姐姐没用，当年没能护着你，可我也是自身难保啊。当真如此？当真只有林心月在那石头砸我？是，肯定是她。三小姐那性子一上来，保不齐连旁人也敢推下去。四姐姐，你我其实是一路货色，咱们才是真正的同类。小姐，还记得几个月前咱们往井里扔肚兜的事不？御姨娘今儿放出来了，本就定不了她的罪，能在大理寺关这么些日子也是不错了。
爹爹，这是出什么事了？听说你不许人进你屋，莫不是在房里藏了什么见不得光的玩意儿？爹爹，怎么会这么想？六丫头，今日你父亲请了大师来，说是怕是有人在暗地里使巫蛊邪术，要害我和你三姐呢。老爷，我一心为这个家操劳，不知得罪了谁，竟要这般害我。我的身体。易遥，别介意，我一上身就这样，来不及打招呼。你这也太夸张了吧！哎，不夸张，不夸张，就得哭出请青天大老爷做主的阵容。你怎么敢？姨娘，你是长辈，我向来敬重你，你怎么能这么冤枉我呀？今夜之事，必是今夜之事，定是场误会啊！爹爹，女儿不知得罪了谁，竟要这般害我。到底有没有巫蛊之物，还得进屋搜一搜才知道。这老东西偏心偏到胳肢窝里去了。来人！易遥，不能让他们进去，这一看就是御姨娘的人，万一在里头动手脚，咱们就完了。夫君且慢，他可有阵子没这般叫我了。既然要搜屋，为了公允，就让我身边的人也一同进去看看吧。啊，也好。六丫头瞧着倒是有些紧张。姨娘何出此言？易遥怎会紧张？你说起来，我送你的那些东西，你藏好了吗？他们这么搜你房间，不会出岔子吧？放心，妥当的很。回主君，并未搜出任何与巫蛊相关的物件。就这些，没别的了。兄长，这戏演的可真够像样的。我为了你，恶补了110部戏本的，还怕斗不过御姨娘这小绿茶？哼！该死的，那封匿名信定是林一瑶这死丫头弄的，故意倒打一耙。主君主母，奴婢有要事禀报。说，老奴进屋后，瞧见一个丫鬟鬼鬼祟祟，正在从怀里掏着什么，想往六小姐枕头底下塞。什么？为何要这般对我？难不成有人故意用这巫蛊邪术栽赃我，害我性命？塞了什么东西？回主母，就是这个丫鬟。这……你看看你一天到晚都在干些什么？整日里不安生，净搞些幺蛾子，就不能安分点吗？妾身有什么错？老爷怎能这般不分青红皂白的怪罪妾身？放肆！你不过是府里的妾室罢了，也敢顶嘴？谁给你的胆子？回去闭门思过，这段时间的月钱也停了吧。原来汪静坦这老钱婆竟和林一瑶那小蹄子勾结在了一起。哎呦！你这是又做什么妖啊？走吧。往后你院里缺什么，只管打发人去我那里取。多谢母亲。记住你先前说过的话。方才主母的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有矛盾就解决掉，把那源头解决了便是。爹爹，女儿想暂离上京，去乡下的庄子里住些日子。你怎会突然有这般念头？女儿不想再惹御姨娘烦心，近来见她清瘦了好些，
倒不如女儿先避一阵子。你心里不愿的？女儿不想让爹爹为难。也罢，你去散散心，过些时日回来便是。乡下庄子哪有京城这般热闹？你咋非要跟你父亲说要走呢？阿娘，后宅这些勾心斗角的事本就不适合你，倒不如躲开清静。可这次你父亲只应了让你走，没说我也能跟着呀。阿娘只管收拾行李，自会有人帮你离开的。是谁啊？玉姨娘。碎碎，去帮阿娘收拾行李。是，小姐。你这就要走了，打算怎么做？这是啥？难道是毒药？爹爹天天都在吃的。要是毒药，他早没命了。母亲大人，医瑶说过的，我能帮你完成心中夙愿。跟我联手，您绝对不会吃亏。他这阵子胖了这么多，还掉头发，就是因为这东西。医瑶，我跟你说，这东西一吃，保准飞速长肉。到时候玉姨娘还想争宠？不，它有更妙的用法。你是想让我在你走后，接着给林世柏备这些吃食吧？这东西没毒，但过度肥胖招来的病，跟剧毒也差不多了。阿娘，先坐这辆马车吧。这是你要做啥？阿娘，放心，女儿和主母都安排好了，您别担心。你先走一步，女儿保证定会平平安安回到您身边。六妹妹，想我没？你咋来了？祖母特意打发我来的。你瞧，我如今可是得好生静养的病秧子呢。虽不知祖母为啥非让我装病，不过能来寻你，倒合我心意的很。来了就住下，我这就叫人拾到屋子去。我要住你隔壁。依你便是。对了，六妹妹，我跟你说，爹爹近来身子越发丰腴了，肚子都圆滚滚的，就连玉姨娘前几日侍寝都没忍住呕了2声呢。细群废物，连舞都跳不利索，留着何用？拖下去斩了！陛下息怒，他们许是累着了，求陛下开恩，饶过他们吧。爱妃这是替他们求情，既如此，爱妃便替他们吧。陛下，陛下！底下是哪家的姑娘？回陛下，臣女是礼部尚书林世柏之女。林家姑娘果然生得标致。糟了糟了，这下全完了。陛下，臣有一事恳请恩准。讲。臣想请陛下为臣和林四小姐赐婚。好，准了。谢陛下方才夸赞臣女容貌，其实臣女在家中容貌算不得出挑的。哦，臣女有个妹妹叫林一瑶，那才是真绝色，妖艳明媚的，像画里走出来的仙子，偏又带着几分清冷，臣女见了都自愧不如呢。皇权之下哪有退路？
林一瑶，我看你这回怎么躲得过我。来洛川都几个月了，秦萧帮着开的铺子也稳当了，可今早右眼皮总跳，心里头七上八下的。小姐，京城来消息了，让您即刻回去，陛下有意要纳您入宫为妃。如今陛下性情难测，后宫妃子说杀就杀，进宫就是条死路啊！小姐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你留在洛川，仔细照看着吴姐。什么？这怎么行？进宫的分明是把命往刀刃上送啊！我不要，奴婢要跟着小姐，不然奴婢替小姐进宫去。好了，嗓子都哭哑了，先喝口润润。小姐，吴姑娘她……无妨，睡一觉就缓过来了。你当真要跟我一同进宫？嗯，那便先回京城，去景王府。姑娘稍后，容小的先去通报王爷。有劳了。一瑶见过景王殿下。原来是林六姑娘，今日来找本王有何要事？一瑶想与殿下结个同盟，倒是比传闻中更直接些。六妹妹难道不知礼义廉耻4个字怎么写吗？哼，赝品！你说什么？你再敢说一遍！林一瑶，你怕不是忘了我是未来的景王妃？那你现在是吗？就敢日日赖在景王府，学舌的鹦鹉，从穿衣到描眉，哪样没透我的样子？我不说，可不代表我眼瞎。靠姿色媚人能得意到几时？你别太猖狂，这话倒像是在说你自己。你想从我身边抢走殿下？抢？可笑！轩辕尘嚣算什么稀罕物？白送我都嫌沾了晦气。哼！殿下，嫣儿的神态和气韵，倒有几分像这位林六姑娘，却总差着点什么。我可助殿下达成心愿，但殿下需应我一事。何事？提前布好人手，待那暴君死于我手，即刻控制住宫里的护皇派。允你！殿下，四姑娘求见。让她回去。婚期未到时，日守在王府，不怕旁人说闲话吗？见过爹爹，见过祖母、母亲。回来就好，一路车马劳顿，定是累坏了吧？都等着跟你用午饭呢。厨房特意烧了好些你爱尝的菜。多谢爹爹挂心。一瑶啊，等等你母亲他们呢。哎，一瑶，你要推爹爹去何处？哎，你父亲大人，女儿明日就要进宫当妃子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父亲大人，不打算帮衬女儿吗？那个一瑶啊，这是皇上的意思，爹爹实在没辙啊！可这可如何是好？爹爹，我不想去。女儿不想死，要不怎样？要不女儿自行了断。
可听说黄泉路又冷又暗，父亲陪我一同前去，好吗？你，爹爹不愿意吗？疯了！疯了！我都快没命了，现在不疯更待何时？瑶，爹爹是疼你的啊！住口！别跟我提什么父慈女孝，林世白，你配吗？爹爹放心，我不杀你。爹爹，我不喜欢三姐姐。我向你保证，定严惩你三姐姐。这些不够呢。他终究是你亲人，难道非要他性命不可？要是爹爹和三姐姐只能活一个，爹爹觉得……一瑶，好女儿，爹爹知道你最懂事。你三姐姐既然得罪了你，就让她以死谢罪。原来我的父亲是这种人。让林心月剃光头发，去山上做姑子，不然我明日进宫酒，刺杀皇帝，求皇上赐我一个诛九族，满门抄斩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我进宫之前了结了我，可那样林家就成第二个仆府了。一瑶，店铺那边我有办法了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秦霄，我要入宫了。应朝暴君最爱杀后宫妃子娶了。阿娘不在，这院子竟生分至此。呀，六妹妹可算回来了，好些日子不见，我心里还真惦记呢。哼，你转悠什么啊？头发养得不错。哼，用你说，偌大林府，我想要什么没有？哪像你，村妇养的，这辈子也就配当个村妇。你敢动手打我！放开！给我放开！放开啊！林一瑶，你死定了！等爹爹知道你这么欺负我，非打断你腿不可。三姐姐，我今晚心情不太好哦。不过方才发现，打你几巴掌，倒舒坦多了。你说，我要不要多打几下？你疯了不成？月儿，我的月儿，有事冲我来，不准碰我女儿！你放肆！我可是长辈。一瑶的长辈不少，却没一个是青楼里出来的。你，姨娘，这么瞪着我做什么？难道我说错了？莫非是我记错了？或许姨娘从前待的不是在青楼，是那窑子。主君到！爹爹，父亲，该兑现承诺了。来人，把三小姐绑了，剃光头发。放开我！你们这群狗奴才！爹爹，我是月儿啊，您最疼爱的月儿。要索命就冲我来！林一瑶，我知道这些年对不起你和楚云，
可你三姐姐是无辜的，都是我教坏了她。那姨娘说说看，这些年都怎么对不起青兰院的？我不该对楚云下黑手，害得她当年生了死胎。不该毁她容貌，更不该这些年变着法欺辱你们母女。要杀要剐，冲我来，我愿一命抵一命。求主君放了月儿。不要！爹爹，为什么？送去尼姑庵修行赎罪，过往的欺辱便一笔勾销。走，走。这些年是爹爹糊涂，冷落了你，竟不知那住嘴！少在这儿演父慈女孝、追悔莫及的戏码。他们母女这些年怎么糟践我和阿娘，你当真不晓得？不，你清楚得很，心里跟揣着面镜子似的。父亲，女儿没说过吗？你这般虚伪透顶的人，真叫人作呕。哎呀，我的六小姐哟，您这是咋了？宫里说不定这会子就来人接了，咋还没去梳妆？入宫。昨日有人行刺皇帝，不知结果咋样了？你这会儿在后宫，皇帝还喘着气吗？眼下啥情形？皇帝死活不知，消息封得跟铁桶似的。易遥，你住的宫殿是不是很空？待会儿我给你送批东西，能藏就使劲藏好。好，这些东西不光给你用，我有个念想，还没到应验的时候，等时机到了再跟你说。好，我懂了。这些到底能派啥用场？陛下有旨，今夜姚嫔侍寝。姚嫔，不就是我吗？机会这不就撞上来了？头冠应该可以藏一根簪子，实在不行，这物件也能派上用场。冷静，烟花的哨声还没响，现在动不得手。这张脸，易遥，是我啊。秦萧，别伤着自个儿。你咋回来了？这一次能留多久？说来有点绕，大概就是这皇帝许是我的某一世。总之，先前的皇帝已经没了，我穿到了他身上，还把他的记忆一并接了过来。或许是上天听见了我的祷告了。哎，入秋了，穿这么单薄要受寒的。什么？祈祷？怕你不舒心，怕你三姐四姐欺辱你，更怕那暴君没死绝，你终究还是要进宫。抱歉，其实见了他模样，我就猜可能会穿过来，却瞒着你，我怕事成之前乐极生悲，更怕万一猜的不对，
你该多识我。这哪用得着道歉？陛下，景王包藏祸心，宫里安了不少眼线。今夜本是等我刺杀成功，就调动人马篡位的。别这么叫我，我听着疏远，跟隔了层纱似的。那臣妾该如何称呼陛下？天子明讳，可不敢乱呼。不然，那私下就叫你兄长，或是郎君吧。好啊。陛下，贵妃娘娘突然头疼的厉害，心口也慌得不行。朕又不是太医，她病了去找太医啊。来寻朕做什么？易遥，要不今晚就在这儿歇歇吧。啊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睡床上，我打地铺就好。宫斗小说我看得多了，后宫里笑里藏刀的多着呢。你性子软又好说话，哪是那些人的对手？守着你我才安心。其实殿中有小榻的。哦，是吗？哎呀，我虽然有他全部的记忆，可他本就不是会批奏折、理国事的料。我那时代也不学治国之道啊。长公主看在我是他亲弟弟的份上，虽说向来不和，倒也愿意在政事上帮衬一把。不知这次能待多久，说不定往后都回不去了。我帮你。好啊，那往后咱就是同事了。那以后批阅奏折这活儿，咱俩 AA。啊？就是你一半，我一半的意思。啊。咱俩现在跟国宝一个样，像大熊猫。这几日我连着降了你父亲的官职。起初他瘸着腿，竟还憋着劲儿来上朝呢。他以为景王是靠山，却不知景王才不会要个没用的废物。你娘亲那边，我派了人妥帖照看，如今一切安稳，不必挂心。入秋寒气禁骨，小心着了凉。怎么了？哪里不适？莫不是昨夜被子盖得薄，受了风寒？我只是觉得你待我未免太过周全了。易阳，我若不对你好，难道要对旁人好吗？我想出宫回趟林府。好啊。见此牌如见朕。你拿着防身，必要时可凭他自保。拜见姚嫔娘娘，快快请起，不必多礼。易遥见过祖母、母亲。六妹妹，吴姐姐，易遥，我跟你讲，祖母终于肯放我回京城了，我可想死你了。去看看你父亲吧，他病了些时日，今日重阳节，本该一家人聚聚的。好，那易遥先过去了。景檀，还打算一直关着我吗？
这些年了，你心里的结还没开。说到底，还是心里有我。世间的恨，多半缠着爱。你恨我当年算计你，哄你嫁我，可你出嫁时，不也欢欢喜喜？你心中有我，就算我骗了你又怎样？正妻之位谁也抢不走。这些年我再宠鱼儿，不也保住了你的主母位置？正妻之位谁也抢不走。这些年我再宠玉儿，不也保住了你主母的位置？父亲，该喝药了。我没病，喝什么药？哦，不喝，不喝！走开啊！家柴被发亲握着，母亲也站在王庆坛那边，连你也来看我的笑话啊！为父如今这光景，你还有什么可拿捏的？怎么，你想弑父？女儿不懂，父亲为何要说这些？入宫这些日子，女儿常想着你。父亲，该喝药了。您身子虚，这是宫里御医开的方子，对您这双腿也有好处。药啊，屋里太暗了，你去点个烛火吧。啊，父亲，女儿觉得不黑，父亲再耗着，这药可就真凉透，凉了，药效可就差了。你这孽障！我不喝，这里头定是有毒，你想害死我？好女儿，听爹一句劝，你如今是皇妃了，母族得立住脚，陛下才不敢轻易拿捏你啊！林世柏，你怕不是到死都觉得自己是个人物？从前我总琢磨，高攀了贵女进门，就算不捧在手心，也该有几分敬重吧。可你呢，宠妾灭妻做了这么多年，不过也难怪，林家的根子里就带着这个祖传的本事吗？你这个疯丫头，大白天说什么鬼话？早知道你是这等扫把星，当初就该在襁褓里敲死你。林世柏，你真当自己爱玉姨娘？自然是真心的。那她的全名，你说一个字我听听。看吧，你这点深情也给自己看的吧。娘娘，福伯，我这些年何曾亏待过你？你亏待？10多年前被你遭奸后杀死的那个丫鬟，你忘了？杀女之仇从来只有血偿。林世柏，想取你命的人多了去，我犯不着脏了手。女儿，女儿，女儿！
他死了。谢谢娘娘。还好昨日下了雨，不然这秋燥天，我怕是收不住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地震了？你是皇帝，得勤快点儿。别睡了，起来批奏折。都3更了。易遥，你也歇着吧。易遥，你也歇着吧。起来。自打我进宫，景王的人就没断过小动作，还当我是他埋在宫里的眼线呢。回头我把名单给你，这些人趁早抓了干净。就是得找个由头，不然罪名不好定，容易落人口实。易遥，你忘了我是啥人是？暴君。正是，这事了了，本暴君还有件更大的事要办。什么事？李浩，景王病了，趁他病送他一程。就说景王私通匈奴，意图谋逆朕，痛心疾首，先押去大理寺扒层皮。快去！殿下，外面全是那暴君的人，要不咱们现在就反了。林一瑶那个，我就栽在他手里，拿我令牌杀出去，是他逼我的。谋反是诛九族的罪，万一殿下说了我怎么办？等等，陛下当初第一眼瞧上的是我啊！林一瑶，你得意什么？陛下当初最先看上的是我。林一瑶，你现在的恩宠都是我不要的，是我让给你的，你该给我磕头道谢。陛下，妾身后悔了，妾身当初该选您的，再给妾身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暴君的人设啥时候招惹这号人了？陛下，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？你怕不是脑子坏了？你从来就没在我心里待过。乱党余孽，拖去大理寺，让他跟景王作伴。你以为他是好人？哼，他就是个蛇蝎女人，手上沾了多少人命，早就黑透了。我爹这些年没在天子寺，都是他下的毒。不仅如此，他小时候就给玉姨娘灌药，硬生生把孩子打下来，经常被蛇蝎害毒。你以为他是柔弱小白花？哼，他是披着人皮的恶鬼。那又如何？冷不冷？你早就知道，我当年是故意利用你。易遥，我爱的是你，是从头到脚一点不差的你。易遥，你没错。当年那么小，
被人踩在泥里，深陷困境。反击是对的，向上走更是没错，又不是去做伤天害理的事。特意让人打的，上面刻了你的名字。易阳，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